收看《红色地雷下的微笑》，聚焦柬埔寨，我是舒梦兰。谈到柬埔寨，一定会先想到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雄伟的庙宇和精致的石雕壁画，每年吸引将近300万名游客，靠着高棉祖先的遗迹大赚观光财。但即使如此，今天的柬埔寨却还是一个多数人民一天只赚1块美金的东南亚最穷国。和它的邻国相比，发展建设落后泰国，土地人口比不上缅甸，投资环境不如越南。唯一居世界之冠的，竟然是上千万枚的地雷。柬埔寨境内的地雷数量多到每个国民发1颗都还有剩，每236个人就会有1个人误踩到地雷。再加上红色高棉大屠杀的阴影，这个曾经拥有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文明的吴哥王朝，现在却如同悲惨世界。3月初，低纬度的艳阳炙热无比，此刻正值东南亚旱季，高温接近40度。焦黄大地，这里是曾在人类历史上写下奇迹的吴哥王朝神秘古都，也是柬埔寨第2大城暹粒。摩托车、嘟嘟车，东南亚典型景观之外，还保有皇室宏伟气派和法式殖民风格。但几条大道之外，这个帝国都城却拥有东南亚最穷国的面貌。所以他们大概都是住这样的房子吗？有木板的，也有茅草的。对，大概都是这样高脚屋。所以木板算是好的了，木板算是还 OK 的。柬埔寨1年有半年都在下雨，雨水来得又大又急，多数的地方没有排水系统，一到雨季就会淹水。高脚屋是柬埔寨最典型的住宅。For the house is 5 years ago. Okay. Anh cái lên quy lên. Yes, they Anh give lên cả đa quay trên tóc. living room and the bedroom. The iron there, and this is the kitchen. Yeah, the kitchen. You cook here. Dạ. Yeah. 用木板搭建的屋子，住着这对母女。除了生火烹煮器具，家中空无一物。悬挂着的2块布，算是客厅与卧室的隔间。所以他们的卧室就在这里。他们通常就是都会用这种，或是对帘子，或是直接是蚊帐，就来做隔间这样。可是家里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好一点的有家徒有四壁，那其实很多是家徒无四壁的。That's it, your bed？ 他们睡吊床吗？哦，那是蚊帐。Yeah, this is here. 哦 ，OK。 And for this, she make by her mother. 哦 ，OK。 And some sell out and some to keep for living. 高脚屋是几个邻居帮忙简易搭建，不只是雨季来临时要担心漏水，脚底下还随时有致命危机。哇 ，Oh my god！ So it's very dangerous. Yes, very dangerous. But he cannot fix it. She know the money to buy the nail to connect the wood.
to the house. 所以这面 1.25， 1.25就可以买块美金，钉子去钉了。然后它没有办法修。 I have 6, I have 5 cm. 哦。所以这个房子就是茅草了哈。These are the coconut 啊 coconut. 这是椰子树叶。Compare with the other wood house. So which one is very poor? This one. This one is poor. Yes. 这个屋子同样空空荡荡，阳光透过椰子叶的缝隙照射进来。这个家能挡风遮雨吗？ When the rain come, Yeah. if the wind is come here, Yeah. she moves to stay here. 哦 If it come here, she stay. 哦哦，所以就是当如果风雨从这边来的时候，它就要搬到这边，然后当如果风雨从这个方向来，它就躲到这里。这一不小心又会掉下去。这是他们的灯。晚上他们都没有电啊，这里，那这样不是很危险？所以他们常常会发生火烧，因为打翻油灯，这是他们的油灯。所以全家就靠这一盏油灯。现在看起来，因为是白天，所以很亮，可是到了晚上，就只有这一点点烛光。家徒四壁，连大门都没有，没水、没电，一贫如洗。这竟然是近80%柬埔寨人民的生活。维持温饱成了他们最奢侈的需求。市集里小摊贩卖的东西更让我们吓一大跳。柬埔寨人觉得这猪呢，它是一种药，吃下去呢对他身体有补助。有些的就是泡酒，有些用炸的来吃。对。湖里的蟑螂。对，湖里的我们叫水蟑螂。对。然后去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剥掉，剥掉，对，刚死，然后这个也剥掉。也是补充蛋白质吗？对，也有补充蛋白质。大蜘蛛、水蟑螂、各式各样的昆虫，或是还没长大的青蛙和蛇，竟然都是柬埔寨人的营养来源。这里是曾经拥有高度文明的吴哥帝国吗？吴哥窟，世界上最大的庙宇，建于12世纪。当时的国王苏里耶拔摩2世信奉印度教，花了35年才完成。跨越护城河的虹桥是通往天界的大道。建筑以五塔和3层回廊构成，一层比一层高，象征印度神话中的世界中心须弥山。浩大王城建筑和精致细腻的宗教艺术杰作，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是著名的柬埔寨吴哥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壮观美丽的神殿和庙宇，很难相信是900多年前古代高棉人所建造。其实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雕刻和艺术依旧是一项奇迹。而当时的吴哥王朝，也是柬埔寨历史当中最辉煌的时刻。墙面浮雕是神话故事和皇室生活，自然生动，不难想见当时的盛况。吴哥地区将近3000平方公里，是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城市。当时拥有将近100万人口，为了应付足够的粮食，调节旱季雨季，吴哥王朝还建立了一套精密灌溉系统，发展农业。鼎盛时期，版图横跨泰国、越南和缅甸，是称霸中南半岛的大帝国。现在的柬埔寨国旗中央标志就是吴哥窟。但15世纪，暹罗族，也就是今天的泰国入侵，吴哥城被攻破，吴哥窟里相看的宝石、佛像一系全毁。王朝迁都金边，吴哥窟也遭到遗弃，高墙倾颓，
瓦砾遍地，就此湮灭在丛林深处，长达400年，直到1860年被法国探险家发现。1992年，联合国将吴哥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各国投入大量资金修缮维护，吴哥窟成为世界7大奇景，每年为柬埔寨吸引200万旅游人潮，创造17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当年的鼎盛文明、绝代风华，终于在神殿遗迹出土后，在世人惊叹声中重现光明。但现代的柬埔寨却没有因为这颗灿烂宝石摆脱厄运。19世纪开始，柬埔寨先被法国殖民90年，后又被日军占领。1975年，红色高棉崛起，建立共产党政权，但自己人统治自己人，带来的却是更残酷的血腥大屠杀。这里本来是首都金边的一所中学，但在红色高棉时期却成了杀人刑场，一间间教室摆放的全是凌虐犯人的工具。红色高棉实行极左恐怖统治，把城市居民赶到乡下，强迫务农。所有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富商，只要和文明有关的人，都被抓进这样的集中营，严刑拷打，凌虐囚禁。在首都金边，富甲一方的第3代华人阿荣家，就是被迫害的其中之一。我那阿公那时候已经很有钱了，很多土地、很多房子、很多车子。他的那个8个兄弟姐妹都死了6个，剩下2个。你说你爸爸？我妈那时候就是也有大概8个，死了4个，被红色高棉杀害。那时候，所以后来就这样子。因为家里太有钱。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再说他们也是那种就知识分子。有人因为会唱歌被拔舌，有人因为会画图被截断了关节。不光是用恐怖刑具虐杀，红色高棉更用荒唐借口集体屠杀。叫他们去开会这样子，然后骗他们出去，然后去到个偏僻的地方，没人的时候就把他们叫他们挖洞起来，然后杀掉。红色高棉一进攻的时候，我们就是来不及跑嘛，就推下去了。你就跑，然后东跑西跑，然后大家就在一个地方汇合。雨季的话，一般下了大雨的话，就整个地洞被淹，你知道吗？我们就躺在水里面，泡在那里，然后就发抖。你那时候几岁？那时候也是5、6岁。这栋的教室则是被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的牢房，而当时被红色高棉抓进来的共有2万多人，但最后只有7个人活着离开。短短3年8个月，全国1/4，一共300万的柬埔寨人被同种族的红色高棉领导狂人霍尔布特屠杀，这是20世纪最血腥暴力的灾难。一堆堆白骨，一张张虐杀照片，也成为柬埔寨人心中永远的梦魇。1979年，红色高棉被越南共军推翻，赶到西北山区，但噩梦还没结束，双方交战，在全国埋下数以万计的地雷，开始遍地开花。龙堂41岁，住在吴哥窟附近村庄，19岁时入伍从军，从此失去一条腿。他就是当兵踩到地雷爆炸，导致他一条腿不见了。一天基本上大概有3到4个人踩到那个地雷。断了一条腿以后，基本上他就是做什么工作都不行。就是政府会补贴他1个月来10万块，10万块柬币的那种补贴费。10万块大概是美金多少？25块。他觉得这样够。他说吃不饱，5个小孩子。他有5个小孩，然后全家就靠25块。会不会怨恨或是怪？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地雷？对我们这边那种国家一点都不会
就痛恨，在医院里面看到了，亲眼目睹的就是有300个人跟他差不多，甚至还有一些比他更严重，他只失去一条腿，人家找不到，包括2条腿都没有。柬埔寨共有12万人因为误触地雷、缺胳膊、断腿，甚至死亡。尽管每年有5万人编制的国际组织四处排雷，但境内还有1000多万颗没引爆的地雷深藏在荒烟蔓草中。大屠杀加上地雷，死的死，伤的伤。柬埔寨现在人口1半以上都是不满16岁的孩子。